别人都是天生坏种，但这个男人不一样，他被自己的牛马工作逼成了一个坏种。汉斯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平时连蜗牛都不愿意伤害，可自从第一次杀人开始，他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手法娴熟无比，甚至处理尸体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只需把骨肉磨成碎渣排进湖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发现不了。而汉斯还觉得每次杀人都是出于善意，可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个城市里的精英律师，哪怕客户都是些穷凶极恶的败类，他也不遗余力的拯救，只因金钱在他看来就是万能的。再加上汉斯的3寸不烂之舌，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让这个已经被起诉的抢劫犯只交了200块罚金就被放了出来。然而汉斯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的老板是当地黑帮的老大，做的生意遍布了所有灰色领域。正是因为如此繁忙的业务，所以才需要一个顶尖的律师，为老大的手下们摆脱各种麻烦，并要所有的活动都不被检察官发现。虽然这份工作让汉斯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却让其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就连女儿的生日都没能及时到场。眼看着这个家濒临破碎，汉斯便决定做出一些改变，于是他参加了一个正念训练营，这是一种类似瑜伽的锻炼方式。大师亲口告诉汉斯，只要达到一定的境界，他就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平衡。果然如老登所说，自从汉斯和妻子分居后，那个经常脾气暴躁的丈夫消失了，他会定期去看望妻子和女儿，原本紧张的婚姻关系竟意外变得无比和谐。然而就在一个美好的周末，一个电话打破了汉斯平静的生活。他本打算带女儿去郊外度假，铃声突然响起，正是老板雷莫打来的。汉斯本打算装作没听见，可他们现在要去的郊外别墅就是对方的。Zum Beispiel, dass Dragan da spontan mit 20 Nutten und Koks eine Party feiert. 汉斯无奈地接听了电话，岂料当听到老板要自己送点冰淇淋过去时，他不得不调转了车头，只因冰淇淋是2人的暗语，代表着非常紧急的情况。汉斯只好带着女儿回到了律所，将其托付给了实习生照顾，随即便前往了楼下的密室与老板见面。在此过程中，汉斯努力地让自己进入工作状态，可刚一进门，他就被老板说出的消息震惊得手足无措。事情其实不复杂，就是德莫简简单单地杀了一个人，只要周围没有监控，汉斯很轻松的就能摆平。可被杀之人是敌对帮派的2把手，按照江湖规矩，这可是能挑起混战的严重事情。更让人绝望的是，案发时偏偏有一辆旅游大巴路过，上面还载着一群10几岁的小孩，他们不仅用手机拍下了作案的全过程，甚至将其上传到了网络。老板的脸被拍得一清二楚，此视频立即冲上了热搜，就算汉斯使出吃奶的劲，恐怕也是无力回天。然而德莫可不管这些，自己花重金雇汉斯就是来平事的，今天要是想不出办法，那他就别想活着离开。汉斯被吓得惊恐异常，他赶紧利用正念的方法排除了杂念，随后建议老板躲起来，躲个30-40年也就够了。德莫顿感汉斯就是个人才，当即就让手下订机票，可汉斯却告诉他这只是个玩笑。现在德莫想要离开这栋大楼都不可能，警方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大楼周围肯定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老板一露头就会被逮捕。惊慌失措的德莫急中生智，汉斯不是要带女儿去别墅玩吗？正好可以带上她，自己只需躲在后备箱里即可。一听老板竟然想用孩子做掩护，甚至还叫错了女儿的名字。Sie heißt Emily, du Wichser! 汉斯的愤怒在老板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要么带着自己离开，要么现在就让女儿失去父亲。这让汉斯没有选择，他再次想起了大师的话语，正念的思绪在脑海里不停地盘旋。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护好女儿不受伤害。计划依旧和原来一样，自己带着女儿去郊外度假，唯一不同的是，后备箱里装上了自己的老板。正如汉斯预料的那样，他还没驶出停车场就被便衣警察拦下。Haben Sie Dragan Sergovic gesehen? Ja, liegt hinten im Kofferraum. 这句话把警察都逗乐了。随后汉斯接着表示，自己的女儿在前面，后面又放着玩具，老板就只能坐后备箱了，而且他还没出停车场，警察无权检查没在公共道路上的车辆。看着可爱的小女孩，警察也没想到汉斯的胆子会这么大，他只好无奈放行。一路上畅通无阻，2人刚刚来到别墅，察觉到车辆停下的德莫敲响了后备箱。汉斯本想放他出来，可耳边却传来了女儿的呼唤声。今天本该是他们父女俩的欢乐时光，听着老板的咒骂，既然决定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于是汉斯便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钥匙往车上一扔，转身便陪女儿玩耍了起来，并且把老板还在后备箱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今天的气温在37度上下，而车辆在阳光的照射下，后备箱内被加热到了57度左右。1个小时之后，里面的温度可能已经翻了1倍。老板的身体会通过排汗来稳定体温，血液也开始加速循环释放热量。等到下午的时候，血液循环肯定已经达到了全速，在那之后，他的整个心血管系统大概是崩溃了，简单的说就是死了。然而汉斯并没有急着处理尸体，在哄睡女儿之后，开始独自享受起了宁静的时光。毕竟牛马也是需要休息的。第2天匆匆到来，汉斯需要送女儿回家了，可刚刚坐进车里，女儿就闻到了奇怪的味道。他询问汉斯这是什么味，此时的他才意识到应该是老板发酵了。
好在女儿比较好骗，汉斯身后面是爸爸的工作就糊弄了过去。他刚刚打开手机，就惊讶地看到了数百条未接与留言，全是黑帮和警方的人打来的。汉斯没有理会，直接将女儿送回了家，甚至还高兴地和妻子喝了一杯咖啡。然而当汉斯准备返回别墅时，另一辆汽车猛地冲来，堵住了他的去路。来人正是帮派的二把手与老板的心腹。由于汉斯不接电话，他们是专程来询问老大情况的。汉斯强装镇定，随即解释老板已经被自己送去了安全的地方。之所以不接电话，他是害怕被警察追踪。看汉斯说的这么义正言辞，男人也没过多的怀疑。然而身后的狗却突然狂吠了起来，再加上车里那股奇怪的味道，男人顿时疑惑地看向了后备箱，这让汉斯紧张异常。下一秒 Altes Grillfleisch. Vom Wochenende haben wir vergessen aus dem Auto zu nehmen. Bei der Hitze. Willst du ein paar Scheiben? Was ist los mit dir? Mach die Scheiße weg! 汉斯顿时松了一口气，不过男人提醒了他，后备箱的那坨肉是该处理掉了。汉斯马不停蹄地返回了别墅，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在打开后备箱的一瞬间，汉斯还是被恶心到了。但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言，必须尽快处理尸体。然而汉斯却忽略了体重问题，就算他用上了杠杆原理，依旧是没能挪动老板半分，还损失了一把好铁锨。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了头顶的吊钩，接着便利用岛链，成功地将老板吊了出来。关键的一刻到来了，铺上防水垫，狠狠地把老板扔在上面，随后开始选择趁手的工具。可这两样似乎都不理想。放下锯子后，汉斯突然发现了一个东西，换上防水衣，在周围罩上塑料布，一个简易的分割车间就完成了。然而就在准备动手之时，汉斯却感觉下不去手。他拼命地回想大师的教诲，再长的路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好了，但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就会被尸臭熏得呕吐。在吐过以后，汉斯继续遵循正念的引导，顺利地降低了负面情绪的影响。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分割老板。等到切下去后，发现这就像是切蛋糕一样的简单。经过不断的努力，分解的尸块被送进了粉碎机，充分的搅碎之后排进了湖中，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消失了。然而汉斯却猛地想起了什么，慌张地找到了老板的手掌，他的大拇指必须留下，上面独特的指纹是他签字的专属，而食指上的戒指是帮派老大的信物，说不定日后还有用。接着便是清理痕迹，汉斯利用特制药剂清洗了粉碎机上的血液，尽力做到一丝不漏，最后再烧掉老板的衣服，确保万无一失。在处理完一切后，汉斯思索着全部的过程，确定没有任何问题，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只乌鸦嗅到了美食的气味，落在了2节手指之前，显然是把它们当做了晚餐。汉斯焦急地冲上前阻止，可终究是晚了一步。清晨醒来的他，只是看了一眼冰箱里的小菜，便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了。只因汉斯通常都建议那些被指控犯罪的客户继续正常过日子，千万不要改变自己的习惯。现在竟然轮到自己了。可一看到后备箱，汉斯就想起了那股味道，于是便选择了坐地铁。然而面对其他人的目光，让汉斯感觉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做的事了。刚一下地铁，老板的手下就给他打来了电话，言语中透露着焦急，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和汉斯说。两人相约晚上8点在公园见面后，突然出现的二把手亨利打断了他们的通话。亨利一反常态地训斥了穆拉特，这显然不正常，而汉斯还不知道这些。此刻的他正在面对3堂会审，由于上周末自己带女儿来公司，遭到了前台的冷嘲热讽，他便回怼了女人。岂料女人竟然告了汉斯的状。听着上司们喋喋不休的言语，他只能沉浸到了正念的思绪之中，回想着自己充当牛马的日子。醒过来的汉斯决定不再忍让，反正杀人放火的事自己都干了，那不妨再大胆一点。借着德莫的威势，汉斯准备对上司们掀桌子。他在律所干了10年，通过德莫这个客户为了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因为干的是擦屁股的活，一直没法当上合伙人。现在竟然还沦落到被一个前台大妈欺负。汉斯表示，如果你们想要撵我走的话，那会引起德莫的不满，他报复人的方式你们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话让3人顿时哑口无言，但汉斯也不想让他们为难，于是便提出解除与公司的雇佣合约，自己成立另一家律所，专门负责德莫这个大客户。Garantiert uns, dass uns Herr Sergovic nichts übel nimmt? 面对上司的担心，汉斯保证让德莫签署保密协议，来确定3人的人身安全，但公司必须支付自己10个月工资的遣散费。虽然看到上司们都哄堂大笑，但汉斯知道他们最后一定会答应的。汉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慌不忙地开始收拾东西，将有关德莫的一切资料拷贝后，还带走了他的全权委托书。走出大楼的那一刻，汉斯嗅到了自由的味道。果然如他所料，自己还没回到公寓，上司就给汉斯打来了电话，让他回去签下协议，但自己已经翻身做主人了。汉斯只回了他们一句话： Sie können mich ja feuern, wenn Ihnen das nicht passt. Kommen Sie einfach vorbei, wenn es Ihnen möglich ist. Gerne. Schönen Tag noch. 好事刚刚降临，坏事便接踵而来。德莫的手下找到了汉斯，表示二把手托尼越来越焦虑了，他们急需老大的指令，并要汉斯赶紧传达这个消息。
知道事情紧急，汉斯必须证明德莫还活着。他的手指毕竟是肉做的，估计放冰箱里也保存不了几天了。汉斯便决定做一个模型出来。他将玻璃胶倒进了杯子之中，夯实之后，再把手指放入其中，然后用吹风机加速玻璃胶的凝固，这就做出了一个模具。最后将塑形胶水倒进去，插上一根竹签，重复之前的动作。不想太累，就用风扇代替。睡着的汉斯被电话惊醒，正是妻子打来的。她想要丈夫回家一趟，商议下女儿上幼儿园的事情。此时胶水已经凝固，汉斯一边答应着妻子，一边开始试验模型的指纹。当看到他与原指纹一模一样时，汉斯满意的笑了。他兴奋地来到车里，找出了刚刚妻子让自己带回家的玩具。一切进展顺利，汉斯的心情大好，好得有些得意忘形，于是便铸下了大错。他对着玩具说起了话，完全忘记了它具有录音的功能。Ich habe meinen Mandanten zerstückelt und bin frei.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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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此时约他的穆拉特发来了语音，表示自己已经到达了公园。汉斯随即动身前往，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穆拉特只是随手喂了一下路，一把手枪就对准了他的后脑。穆拉特瞬间领了盒饭。等到汉斯来到时，就看到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自己还被警长逮个正着。他连忙解释自己就是来这散个步，坐地铁出来散步。这话说出去谁能信啊？可警长却信了。作为汉斯的老同学，他劝汉斯与警方合作。既然穆拉特被杀了，那就说明被德莫杀死二把手的帮派已经展开复仇计划了。只有说出德莫的下落，警方才能保护汉斯。可好不容易脱离牛马的身份，他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再说德莫早就被自己挫骨扬灰了，手指还放在冰箱里，就算他想和警方合作，自己也做不到啊。与警长一番言语交锋过后，汉斯便找个借口离开了现场。他此刻内心无比的慌乱，急匆匆地冲向地铁返回了家中，必须立即处理掉德莫的手指。敲门声突然传来，托尼大喊着要汉斯开门，一旦东窗事发，自己的一条命可不够死的。情急之下，汉斯将手指扔进了马桶，试图将其冲进下水道，然而手指却固执的不肯离开。眼看托尼已经破门而入，汉斯只好将其捡起揣进了兜里，随后强装镇定地来到了托尼的面前。可手指毕竟沾了水，导致裤子上的水迹格外的扎眼。汉斯立即摆了一个帅气的姿势，遮住了暴露的危险。托尼警告汉斯，今天要是不说出老大的下落，他可就要放狗了。自己的宝贝最爱吃的就是人肉。看到托尼不慌不忙地在上厕所，汉斯急中生智，立即掏出兜里的手指喂给了狗狗，顺利地让它停止了叫喊。托尼再次郑重地发出警告，3天后必须收到老大的信息，否则就让汉斯真的成为狗粮。这边的危机刚刚被狗狗解除，而那晚叼走手指的乌鸦再次将汉斯推向了危机的边缘。不过在危机降临之前，汉斯回到了家中，从妻子的口中得知，由于自己一直在为黑帮做事，导致他们的女儿没有幼儿园愿意接受。汉斯感叹自己通过杀死一个人恢复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难道还能被幼儿园摧毁吗？他正准备去解决问题，托尼却打来电话催促，女儿才是最重要的，无论他打多少个，汉斯都是直接挂断。随即他来到了幼儿园的门前，本以为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却没想到园长竟然软硬不吃，给多少钱都不收汉斯的女儿。起因竟是他的老板想要收购这里，准备将其改成娱乐会所。可既然是人就会有弱点，汉斯决定对症下药。他发现对方自诩为环保人士，在经营着幼儿园的同时，还在贩卖着用废旧轮胎制作的环保拖鞋，倡导环保没有问题，可为其供应货物的厂家却大有问题。为了制作这些所谓的环保拖鞋，厂家不仅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污染，还雇佣了大量的非法童工。看来是时候让德莫出手，但只限于其手指上的指纹。汉斯利用报纸上的词语下达了命令，准备把找到的证据交给黑帮，然后由他们出面买下整个幼儿园。可雷奥却提出了质疑。Was soll denn der Scheiß? Habe ich Dragern beim Einsteigen den Kofferraumdeckel zu fest auf den Kopf geschlagen. 简直是虚惊一场。汉斯接着解释，娱乐会所的所有批文都办好可能需要好几年，如果他们现在就接管幼儿园，到时候就可以轻易的关闭它。而汉斯没说的是，那时候自己的女儿已经离开上小学了。雷奥并没有怀疑，不仅因为指纹是真的，同时他也有2个孩子，也可以去那里上幼儿园，自己再当上负责人，何乐而不为呢？临走前，汉斯询问了雷奥对穆拉特被枪杀的看法。他觉得是敌对帮派的复仇，可雷奥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发现托尼已经好几个星期没交账了，老大早就开始怀疑他了。不料刚起疑心，德莫杀人的视频就被爆了出来，而通知他去停车场的人正是被杀的穆拉特，并且穆拉特死后得益最大的就是托尼，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想要取代老大的位置。或许穆拉特试图告诉汉斯什么，这才被灭了口。汉斯恍然大悟，难怪托尼这么急着寻找德莫，原来是想赶快夺权啊！要验证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汉斯是个记仇的人，直接将得罪自己的前台大妈的住址告诉了托尼，表示德莫就藏在那里。而就在对方收到信息不久后，一支特警小队来到了前台大妈的家，刚刚破开房门，就见一颗手雷扔了进来。
汉斯回到公司签下了协议，随后甩都不甩上司的潇洒离开。刚一出门，就看到前台大妈晕倒在了地上。从实习生的口中得知，她的家被陌生人炸了。汉斯瞬间明白，既然有人要杀德莫，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收到他信息的托尼，接下来危险的可能就是自己。汉斯惊慌地准备离开，却直接撞上了赶来的托尼。既然逃不掉，他立即转换了情绪，质问托尼为什么信息发出1小时后，前台的家就被人炸了，而警察还在现场。托尼气愤地表示，这明显是他们的信息被拦截了，因为警察内部有敌对帮派的内奸，所以他必须面见德莫来计划一下。汉斯听后直接拒绝了托尼，然而托尼并没有放弃，他威胁汉斯，如果现在不让自己跟德莫联系，那下周他们一家就在下水道里过日子吧。可一个电话打断了托尼。In den letzten Tagen sind schon ganz andere viel weniger gestorben. 随后汉斯警告托尼，如果他再这么出言不逊，自己可要让德莫免了他的2把手的位子。托尼见到汉斯如此的强硬，他只好服软的离开。此时警长接到了电话，那边表示他们发现了德莫的手指，上面特定的戒指，说明他就是德莫本人的无疑。毫不知情的汉斯来到了幼儿园，准备与雷奥一起谈谈买下地皮的事。起初3个园长的态度十分强硬，可当汉斯说出厂家雇佣童工的消息后，让身在教育系统中的他们汗流浃背，再加上雷奥的友好问候，让洽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可就在2人刚刚走出大门之际，一群神秘人突然出现。汉斯和雷奥就这样被绑到了一个地方。通过嗅觉的判断，汉斯就知道2人被带到了鲍里斯的餐厅，也正是自己老板的死对头。然而2人却曾是过命的兄弟，他们一起创立了犯罪帝国，赚取了无数的金钱。可分道扬镳的原因却很俗套，德莫抢走了鲍里斯的女友。盛怒之下，鲍里斯把女朋友斩首，然后将他的身体钉在了德莫的门前。和德莫不同的是，鲍里斯并不会喜怒无常，正因为他冷静的头脑，才会让汉斯感觉他更加的危险。面对这样一个洪水猛兽，汉斯却直接拒绝了鲍里斯的邀请，还称自己讨厌他的家乡菜，看起来就像是吃完了又吐在盘子上一样。雷奥被这番话吓得连连摇头，然而鲍里斯却笑了，还称赞汉斯很勇敢。随后便进入了正题，鲍里斯询问德莫在哪里，他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了自己的2把手就躲起来吧。汉斯表示德莫转入了地下。Es ist ja noch nicht mal gelogen. Ist untergetaucht. Er versteckt sich vor mir. Geht nur der Polizei aus dem Weg. 只是一个眼神就让雷奥收了声。汉斯赶紧解释，德莫对误杀了伊戈尔也很懊悔，但自己也是被陷害的。明显是有人故意想要挑起2个帮派之间的战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德莫想找到这个叛徒，然后你们2个一起找他报仇。而鲍里斯表示他躲着可做不到这点。Nicht vor dir. Vor der Polizei. Er ist quasi sein Sprachrohr. 汉斯急忙岔开话题，解释和我讨论的一切就是在和德莫讨论。尽管这番话有些牵强，但鲍里斯知道目前的形势紧张，只能暂且相信了汉斯。随后给了汉斯4天时间，要其找到叛徒，并在他的嘴里塞上苹果送过来。不等汉斯反驳，鲍里斯就把2人请了出去。知道时间紧迫，汉斯便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明知托尼的嫌疑最大，可却苦于没有证据。然而实习生的一个电话却打破了这个僵局。实习生通知汉斯，由于他已经离职，公司的配车必须归还。于是汉斯便将车停在了楼下，要实习生来取。可不料他刚刚躺下，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巨响，只见那辆车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汉斯知道这是敌人对自己下手了。警局之内，手指的检测报告出来了，但并不能确定这是德莫的，因为数据库里没有他的 DNA 样本。但手指出现在别墅的附近，警方就有理由去搜查了。汉斯看着楼下混乱的场景，他感到无比恐惧与恐慌。为了平复心情，他想起了老登正念的话语：当感到恐惧时，只需将双眼专注于一点就好了。汉斯随即转身望向了女儿的照片，这才终于平静了下来。敲门声突然响起，警长找上了门，询问汉斯的车都炸了，为什么还能这么淡定？汉斯解释自己已经辞职，从法律和事实上说，自己已经不再是那辆车的车主了。警长告诉汉斯，经过见证小组的见证，炸毁车辆的炸弹是罗马尼亚式的。他希望汉斯能和德莫聊聊，问问他有没有得罪过什么罗马尼亚人。但汉斯怎么可能为警察办事？试探已经完毕，警长便扔出了重磅炸弹，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德莫的手指，并询问汉斯是不是碰巧知道其余的部分在哪里。汉斯一脸无辜的装傻充愣，见到他没有露出破绽，警长只能无奈的离开。可在爆炸现场，他却找到了那个能够录音的玩具。此刻汉斯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是利用警长说出的信息，要雷奥命令手下找到了那个投炸弹的人。等到汉斯赶到时，他已经在后备箱里待了6个小时。至于为什么没有死，汉斯给出了解释。Macht schon einen Unterschied, ob man jemanden ein ganzes Wochenende in der prallen Sonne oder nur ein paar Stunden im Kofferraum lässt. 几人将男人带到地下室，准备从他口中问出真相，而方法十分的简单，就是用水打湿他的全身，只要回答错误，就会让其感受电击的痛楚。这样反复几轮过后，男人终于招架不住的开了口，指使他的人正是托尼。
而利用伊戈尔将德莫引去停车场的也是托尼，他想要男人炸死德莫与雷奥三人，之后再嫁祸给鲍里斯，这样托尼就能上位，穆拉特也能成为高层。男人本该负责打扫现场，可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辆大巴，而之所以杀死穆拉特，是因为他想告诉汉斯实情，所以托尼才下令除掉他和汉斯。可惜汉斯没有出现，这才幸运地逃过了一劫。Mann, wofür war das denn jetzt? Für das leider. 现在的问题是，托尼是怎么知道穆拉特要和汉斯见面的？男人解释，两人的手机被警察窃听了，是他通知了托尼。此人正是曾经拦下汉斯车辆的莫勒，而炸毁前台大妈家的也是男人。一切事件真相大白，幕后黑手就是托尼。男人还有用，汉斯命人先把他关起来。Klar, Chef。这声老大让汉斯愣住了，原来这就是当老大的感觉啊！就在他回味之际，鲍里斯拦下了汉斯，并且警告他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们有言在先，找到叛徒的同时，还要带自己去见德莫，这可难住了汉斯。随后不等他开口，就将其撵下了车。危机的出现让汉斯不禁想到，要是上周让德莫杀了自己，是不是生活会容易些？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完美的解决所有问题，并且顺利的保住性命，汉斯按照老登曾经的教诲，独自来到了森林思考解决之法。当下局势严峻万分，托尼逼迫自己说出德莫在哪，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可说与不说自己都是死路一条。汉斯决定先下手为强，而鲍里斯同样想要见到德莫，这也让汉斯走上了绝路。鲍里斯必须死，而被自己抓到的那个男人，他决定先留着，以后应该还有大用。此时死去的德莫突然扑来，吓得汉斯有些惊慌失措。至于一直追着自己不放的警长，作为曾经的老同学，只要他不触及自己的底线，汉斯怎么可能杀他？而那个给托尼通风报信的黑警，似乎还能利用一下。最后汉斯得出了答案， Vielleicht sollte ich sie doch einfach alle umbringen. 有了详细的计划，就该德莫这个老大出场了。汉斯同时找来了多份报纸，准备利用他们给黑帮的高层们分别发布任务。一场好戏即将上演，可汉斯不知道的是，莫勒此刻已经来到了托尼的酒吧，将警方发现德莫手指的事告诉了他。汉斯将所有高层聚集到了幼儿园，目的就是要孤立托尼，而托尼也想看看汉斯准备怎么上演这场鸿门宴。下一秒他就看到汉斯竟然从包里掏出了数份盒饭，分别发放给了众人，还真是吃饭啊！托尼愤怒地将其扔出，可胖子却夸赞盒饭十分美味。如果托尼不吃，他的那份就自己代劳了。汉斯率先赢下了一局，既然托尼不吃，汉斯便让他去拿公文包，随后又表示他拿错了，应该是屋外那个。这个举动逗笑了所有人，只有托尼冷若冰霜。见到时机成熟，汉斯便解释这是自己开的玩笑。这一局他又赢了。会议正式开始，汉斯拿出了事先准备的报纸，向众人发布了来自德莫的命令，并且告知他们，从此以后帮派的所有事务都由自己全权代理。他就是德莫的喉舌，每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其他人都没意见，唯独托尼听不下去了。他愤怒地拿出一张复印件拍在了桌子上。Der Anwaltspenner hier macht uns allen was vor. 此事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异常，所有人都看向了汉斯，可他却一点都不慌，解释这正是德莫的脱身之计，只要让警方认为他已经死了，那德莫隐姓埋名一段时间后，就能换一个新身份回来。戒指肯定是真的，可手指却是别人的，这个理由合情合理。一众高层顿时放下了武器，然而总是跟在老大身边的雷奥察觉到了异常，自己确定手指是德莫的无疑，可他并没有揭穿。见到众人就要被汉斯说服，托尼突然抱起冲向了他，怒吼着让汉斯拿出证据，证明德莫还活着。然而汉斯怎么才能证明一个死人还活在世上呢？眼看无计可施之时，雷莫突然开了口，他表示今早德莫给自己打过电话。尽管托尼满脸的不信，可他也不敢轻易挑战雷奥的权威，只能放下狠话后气愤地离开。随着一众高层的离去，雷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不想知道老大发生了什么事，但却知道汉斯的头脑比托尼的头脑能让他们过得更好，所以他不会再问有关德莫的任何事，而自己也会全力支持汉斯。汉斯顿时喜上眉梢，他不仅有了一个忠实的伙伴，自己杀人的事还暂时安全了。然而就在他回到公寓之时，却惊讶地发现房门已经被打开，一个令他身心俱震的人正坐在角落之中。只见托尼正拿着手指模型坐在角落，随即质问汉斯这是怎么回事。汉斯心虚的狡辩，由于德莫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所以在1年前就做了这个模型，以防万一有一天汉斯需要以他的名义签发命令。可这一番话，傻子都能听出不对，当然托尼也不例外。等到汉斯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托尼刚好不在，他便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自救办法。Ich habe dich leider nicht verstanden. 在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流过后，电话终于成功的打给了雷奥。得知汉斯被绑在公寓，他便焦急地赶往了那里。而买饭回来的托尼终于不想再忍了，他准备杀了汉斯然后上位。身后突然传来雷奥的声音，吓了托尼一跳，场面一度陷入了僵局。然而出现的服务员却打破了这一切。Hallo? Ist bei Ihnen alles in Ordnung?
Entschuldigung. 眼看着服务员逃跑，却无能为力。汉斯趁机煽风点火，他表示，就算服务员不报警，恐怕这里的老板也会报。咱们不如等警察来了再好好谈谈。托尼明白今天是杀不了汉斯了，可他却担心自己一离开，雷奥就会打爆他的脑袋。汉斯连忙解释，警察随时都会到来，只有笨蛋才会那样做。托尼这才放下手中的菜刀，撂下狠话后无奈地走出了房间。这件事让汉斯深深地意识到，只要托尼还活着，那他就时刻面临着危险。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计划，既能不引起帮派战争，又能证明托尼有罪，并顺利地把他交给鲍里斯，还能在鲍里斯得知德莫已死后，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小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汉斯先是让其他高层看了马尔特招供的视频，让他们知道了托尼就是叛徒，然后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下一步。但这就需要一个诱饵了。而最好的诱饵恰好就是黑警莫勒。由于他监听了汉斯的手机，那汉斯只需要在与其他人的通话中无意中说起托尼与莫勒的女友有一腿，想必他肯定会怒火中烧。正如汉斯所料，收到消息的莫勒急匆匆地来到了酒店，看到女友的车后，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他怒气冲冲地赶往了房间，轻抚着门上的内衣。莫勒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掏出手枪，向着屋内清空了弹夹。可等到大门打开后，他却惊讶地发现里面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友。雷奥两人从门后现身，莫勒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坑了。雷奥趁机威胁莫勒，现在必须听他们的命令，要不就把刚才的视频发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知道一个警察朝着一对无辜的小情侣开枪，看看法院会不会追究你蓄意谋杀的责任。莫勒彻底的懵了，他只能选择与众人配合。雷奥给他发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其给托尼打去电话，告诉他2个小时后汉斯会去审问关在帮派地下室里一个名叫马尔特的男人。为了莫勒不泄密，高层将他连人带车装进了香火，随后便把他送到女友的家门前，并还为其准备了礼物，红酒贿赂未来的岳父，鲜花送给未来岳母。这样的上门提亲还不手到擒来。就在莫勒以为这是帮派送给自己的奖励时，身边的高层却把他推向了驶来的卡车。杀人灭口之后，香货顺便拉走了卡车。好一个销声匿迹、不择手段的汉斯，简直太可怕了。收到消息的托尼很快来到了地下室，发现男人正是自己认识的马尔特。此时托尼还不知道马尔特早已招供，为了不连累自己，他毫不留情地杀了马尔特。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隐蔽的监控录了下来，刚好可以作为叛帮的证据。计划顺利的进行，让汉斯不自觉地笑出了声。等到托尼想要离开时，却发现大门早已锁住，他这才看到了角落里的摄像头，但已经为时已晚。汉斯再次来到了鲍里斯的餐厅，告诉他明晚就能交出叛徒。而在那之后，鲍里斯还能见到德莫。本以为事情能够顺利进行，可在别墅搜索的警员们却在湖里有了发现。虽然托尼的事情已经解决，但汉斯还没消除警长对自己狩猎的激情，于是他便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稍有偏差，甚至能够害死自己，可这也是无奈之举。就在汉斯琢磨详细的步骤时，警长竟然找上了门。他一言不发地掏出了照片，上面是一个腰带扣，经过仔细的对比，它就是德莫失踪前腰带上的。本以为能够将汉斯一军，可他却表示这是量产的东西，你不能碰巧在湖中发现了一个就说它是德莫的。不等警长出言反驳，汉斯就打断了他，随后推出了一个信封，正是此处幼儿园的录取通知书，刚好可以解决警长儿子的入学问题。一面是人命关天的案件，一面是自己儿子的升学大计，这使得警长陷入了两难，而这也是汉斯想要看到的结果。成功的拖住了警方，今晚就能去交付托尼了。几人将其从地牢里拽了出来，毫不客气地塞进了面包车，但他不停地大喊大叫，雷奥只能把他迷晕了过去。由于鲍里斯要他们在叛徒的嘴里塞上苹果，导致几人陷入了困境。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又没说不让用胶带，他们就这样把苹果绑在了托尼的口中，还让汉斯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只因这样托尼就不能乱说了。众人来到了交接地点，汉斯给鲍里斯看了马尔特招供的视频，以此证明了托尼就是试图挑起帮派战争的叛徒。看着害死自己心腹的罪魁祸首，鲍里斯气就不打一处来，随即命人在他的腰间挂上了2颗手雷，将其抬出安全的距离后，鲍里斯直接拉动了引线。伴随着苹果的滚落，就在众人都认为事情圆满的结束时，他们的头顶却突然传来了嗡嗡声，一架无人机将刚才的画面都拍了下来。鲍里斯命令手下把它打了下来，上前一看，竟是警用无人机，众人彻底的慌了。就算是破坏了机身，恐怕刚才的一幕也早已上传到了服务器，他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必须尽快撤离。可汉斯却突然喊住了鲍里斯，表示如果警察真的拍到了我们，他们就已经知道鲍里斯是杀人凶手了，也就是说鲍里斯得快点跑路。既然他想见德莫，那不如就去德莫藏身的地方。鲍里斯一听是个好提议，当即就同意了汉斯的计划。殊不知刚才的无人机是雷奥操控的，这就是汉斯的那个大胆的计划。看着自己的手下全部跑路，鲍里斯就要上副驾驶，然而汉斯却打开了后备箱，表示没人能知道德莫藏在哪里，就算是鲍里斯也不行，并且这样做还能躲避盘查。鲍里斯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丝毫没有怀疑的便躺了进去。关门前还警告汉斯一定要带自己去见德莫。
Du siehst Traga gleich。后备箱门缓缓地关闭。等到天亮时，汉斯站在湖边，他不仅保住了小命，手中还多了一根手指的模型。现在汉斯直接成为了2个帮派的代理人，貌似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警长却没有放弃追查，他拿起找到的录音玩具，放下时不小心碰到了他的开关，竟然听到了不可思议的话。警长掏出玩具再次确认。Ich habe meinen Mann